我修仙300年，第一次向世人告假。掌门师兄，我想告假几日，回去探亲。沈长林，你还有亲可谈？我15岁入清玄宗，30岁筑基，80岁结丹，160岁成婴。315岁那年，刚斩了北海教君，被修真界尊为长离剑尊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早该了断凡尘，心如寒铁。昨夜闭关时，我忽然梦见了我娘。山高路远，身上总要有点钱。爹娘，我学会仙法就回来看你们。300年来，我有过灵石山海，有过仙妻万千，却一直把这枚铜钱带在身边。凡人寿数不过100年，你的爹娘多半已经不在了。在不在，我都要回去看看。你如今身份不同，下山若被魔修知道，恐生事端。无妨，我只回家吃顿饭。遇见万里，半刻钟便到故乡，他却要步行而去。300年太久，久到王朝换了2轮，官道改了方向，曾经的村民也在地图上寻不到了。沈老二家的丫头不嫁也得嫁，欠了我们钱就拿人底。放开我，小何！娘，找死！你是谁？我姓沈，回来探亲。沈家哪来的亲戚？沈老二一脉穷的锅都揭不开，还能有穿这么干净的亲戚？怕不是这丫头的野男人吧？瞧着倒人模人样，就是脑子不好，敢管赵家的事儿。你快走，赵家在镇上有人，你惹不起。找死！沈家欠了你们多少？30两银子。沈老二借了我们30两白纸黑字，今天不还钱，就能拿他女儿抵债。30两。灵石，沈家什么时候攀上这么有钱的主？这一颗灵石可以买下1乘粮仓呢。修真界最寻常的东西，在凡间却足以买下1乘粮仓。凡人拿灵石，是祸不是福。够吗？够！借据。借据在他们手里。可他们改过书。胡说八道！这借据确实被改过，纸上的墨迹有新有旧，3字旁边添过一笔，原本的10两被改成30两。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沈家真出仙人了。银子我还。债清了，滚！像，真像啊！婆婆不必如此。你跟这沈家祖宗画像上那个离家求仙的祖宗太像了。这幅画一直放在祠堂里。沈家后人一直供奉这个画像，只是祠堂快被人拆了。300年里，我入过魔渊，走过万妖阵，面对过100万妖兵，也不曾退半步。可此刻，一道低矮门槛，竟让我生出近乡情切。你真是我们沈家亲戚。我叫沈小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沈长离。什么？你就是沈长离？
沈长礼15岁入仙山，未归。没错，没错。这是谁写的？听我祖婆婆说，是最早那位老太太写的。她等了一辈子，说家里出了个仙人，总会回来的。后来她走的时候，还让后人每年给沈长礼留一碗饭。我娘走时，竟还在等我。300年修成的道心，在这一刻裂开一道细缝。娘，我以后一定会成为最厉害的剑仙，然后御剑飞回来看你。好，娘一定等你。你15岁离开家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那是300年前的事了。你真是我们的老祖宗？老祖宗，你别难过。奶奶说，祖宗后来一定成仙了。成仙的人忙，顾不上回家也正常。不正常，哪有什么顾不上？只是我那时年少，以为大道在前，凡尘很近，以为等我筑基再回，等我结丹再回，等我元婴再回，等着等着，一碗热饭等成了冷灰。老祖宗，您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您将就吃。出门前吃了家里的面，就记得回家的路。300年没食人间烟火，我几乎忘了凡食的味道。可这一口面，竟比清玄宗万年灵泉煮的仙膳更烫心。你刚才怎么把刀弹碎的？学过一点剑。那你能教我吗？小何，我不想再被人拖走。爹死了，哥也被征兵带走了，村里人都说我家没有男人，就该受欺负。他的话说得很轻，却每个字都像石子落进井里。你哥叫什么？沈青山。3年前被县里征去修河堤，后来就没消息了。有人说他死了，也有人说他逃了。我哥说，等山上的野性熟了，他就回来。山上的野性都熟了3次，他还没回来。我都摘了，晒成杏干，等他回来吃。可是这个杏干太酸了。你哥没死。没死？真的？真的。明日我带他回来。你要去找我哥吗？我也去。昨天在村口看热闹的人不少，今日却没一个敢来帮沈家说话。你就是昨天打伤赵家人的外乡人？有事？我警告你，沈家欠村里的税粮，祠堂那块地抵给村里了。今日我们来拆祠堂，与你无关，你别插手。村长，税粮我们慢慢还，祠堂不能拆，那是沈家的根啊！根？沈家还有什么根？一个寡老太，一个丫头片子，留着祠堂占地，不如给村里修仓。你胡说，我哥还活着。活着怎么3年不回来？怕不是早死在外头了？沈家绝后了！修好了。我们动手！谁敢动祠堂一块砖，断一只手。
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外乡人也敢管沈家村的事儿？我姓沈。你说姓沈就姓沈？族谱呢？录影呢？官府文书呢？没想到有一天我需要证明我是我。那口钟响了，响了就响了，慌什么？听说沈家那口挂在祠堂梁上的旧铜钟已经30年无人敲响，只有沈家重大祭祀时才会响。后来祠堂败落，钟舌早断了。祖宗，真是祖宗显灵了！村长，快作罢吧，他是仙人，你不要惹他啊！装神弄鬼，给我拆！我说过，动祠堂者断手。你敢！我侄子在县衙当差，赵家背后还有仙门供奉，你得罪不起。仙门供奉，凡间偏僻村镇若有修士插手，多半没什么好事。沈家欠多少税粮？20担。没有那么多，本来只有3担，是他们年年加力。画像显灵，旧钟自鸣，账册飞天，完全是神仙手段。钱村长他们还不信，这下遭殃了吧？你们看那些账本儿，钱村长他们做假账，沈家的税是他改的。钱老狗，你还我家地！我儿子当年就是被你逼走的。钱家这些年借税粮名义吞了多少孤寡田地，逼走多少人家的孩子，钱村长，你可知罪？娘，常离回来了，沈家不会断。凡人的恶，便交给凡人的规矩去算。走，带他去见官。你们敢动我，赵家仙师不会放过你们。黑风观的仙师就在镇上，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全村遭灾。黑风观，这名字不像正道，更像旁门邪修，占了凡间香火，自称仙门。黑风观的人很厉害，镇上人都说他们会招雷，还会请鬼。赵家每年给他们送很多银子，他们去年来村子的时候，村长也给了。他们来过？是，去年冬天来过一次，说我们祠堂下面有灵脉，要我们迁坟，奶奶不同意，他们就让村长加税粮。难怪沈家被逼到这个地步，原来幕后另有黑手。这里确有一口灵眼，但灵气稀薄，只能养一村水土。若被邪修强挖，不但祖坟毁尽，整个沈家村都会变成死地。黑风观的仙人有多大本事，你们也是知道的。否则赵家不会每年花那么多银子供奉。就算你今天赶走了我，明天还会有其他人来，你斗得过那些呼风唤雨的仙人吗？还是你们能斗？到时候只有等死罢了。你快走吧，黑风观不好对付。我是沈家人，我不会走。别放屁了，你算哪门子的沈家人？我在这几十年就没见过你。你是沈家那位去仙门修仙的老祖宗？老祖宗？不对，沈家老祖是300年前的人，你看起来最多只有20几岁。我今年315岁。这就是仙人吗？仙人能永远不死吗？不可能！你们带他去见官吧。黑风关，
我会解决。不可能，我是村长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老祖宗，黑风观您真的能对付？先去把沈青山带回来。老祖宗，带上我吧。好，但是你要学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不许拖后腿。风可能有点大。什么风？奶奶，我飞了！这就到了。就是这里。这是赵家，他们家怎么红白事一起办？难道是赵家的病秧子少爷死了，要冥婚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我不嫁死人！是春杏姐，她失踪了半个月，她家里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，原来是被抓来了赵家。沈青山，哥，他暂时无碍，先救那个女子。魂兮归来，吉时到，新娘入关，与赵少爷合葬。你这种村姑，能给我儿子婚配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是谁敢在赵家头上动土？无良恶人，人人可诛，不必问我是谁。杀了他！牛仙师，这个女的正好留下给我儿子做妾。那就受死吧！哈哈，小子，敢破坏本仙师的法阵，今日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炼气3层的修为，却满身煞气，恐怕手里沾了不少人命。本人命贱，死不足惜。他们能助我修炼，是他们的福气。老祖宗，散！你是哪门哪派？前辈饶命，小人是黑风观外门弟子，不知前辈驾临，多有得罪。老祖宗好厉害！去救人。天亮之后报官处理。什么人？哥，带路，去黑风观。我也去。你应该留在家里养伤，不必跟来。黑风观抓了很多和我一样服役的人，其他人被带走后，就再没回来。而且我听说，黑风观的仙人都很厉害。老祖宗，你会不会有危险？我也是修仙的人，无妨。黑风观的仙人，难道和老祖宗你一样？不一样。真正修道者，修的是天地清气，求的是心中无愧。黑风观这些人，借凡人香火炼生魂夺灵脉，连邪修都算不上，只是一群披着道袍的蛀虫。哦，牛老道，你身为外门弟子，竟敢带生人闯关！有人闯关！凡间什么时候出了你这号散修，敢闯黑风观？知道我们观主是谁吗？沈家村灵脉是你要挖，
服役的凡人也是你抓的。一个破村子也配占灵脉？我们黑风观替天行道，取灵脉建法坛，是他们祖坟有幸。你看着就好。看什么？看看仙师是怎么死的。找死！小心！你是谁？这就结束了，老祖宗2根手指就解决了。何人敢在我黑风观放肆？拜见观主。本观主倒要看看你这小子是何等修为。我居然看不穿你的修为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还不配知道。道友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沈家村那口灵脉贫瘠得很，你若想要，本座可分你3成。不，给你5成。你到底杀了多少人，才练成此番？我辈修行之事，何必问凡人死活？不过蝼蚁罢了。凡人！蝼蚁！受死吧！剑尊，你是元婴剑尊！元婴剑尊，快逃命啊！这世上有人披着仙衣，心却比恶鬼还脏。以后见到不必跪。奶奶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多谢沈家老祖救命，多谢仙人。大家不必如此。昨天县衙就派了人来说，县太爷要拜访祖宗你。县令要拜访我。下官不知仙长驾临，有失远迎。赵家拐卖女子，私设冥婚，勾结邪修，你管不管？管，一定严查。沈家村旧账，你查不查？查。征服修和帝3年未归，活人被当死人消冥，问不问？问，下官亲自问。我消失的这3年，不是被正常征役，而是被县衙和赵家合伙卖给矿场，后来又被黑风观挑中当苦力。和我一起被带走的人，10个里只活了3个。凡间的恶，有时候比妖魔更可怕。求县长饶命！我不会杀凡人，杀一个人容易，换一个更贪的也容易。我要的是沈家村往后几10年能安稳，
往后此剑若有冤魂3日不散，剑气便落。到时候你也不必求我饶命。谢县长不杀之恩。沈家村往后的账你来管。我不太识字，那就学，你也学。学仙法，学写字。账都算不明白，别人再改了借据，你难道还等祖宗回来教？学就学。这是二麻子家送来感谢你的野菜羹，牛婶子家做的烙饼，小雨家炖的腌排骨。我想去给娘上个坟。爹，娘，长离回来了。我能斩妖，能碎山，能一剑断江，却不能让坟里的人再睁眼看我一次。300年的剑意和修为都没了用处。对不起，我回来迟了。我真的学会仙法了，会御剑，会炼丹，会布阵，也会杀很多很厉害的妖魔。师门待我很好，掌门师兄嘴硬心软，师侄们见了我都怕。我现在很厉害了。这是林婆婆昨晚做的新棉衣，多放了棉花，穿着一定很暖。此阵不夺天地灵气，只护一方土水，保沈家祖坟100年不受邪祟侵扰。老祖宗，你要走了？会走，我终究是修士，不可能永远留在凡间。清玄宗有我的责任，北海枫叶还有余患，魔门也不会因为我探亲就停手。但走之前，我会把该处理的事处理干净。然后呢？您还会回来吗？以后每年清明，我回来上坟。只有清明啊！小何，不要无礼。若有急事，烧符，一符传信，一符护身，一符救命，非生死大事，不可乱用。你们沈家害得赵家被抄，还敢占着村东灵地？我爹说了，沈家村以后归县府直管，祠堂和祖坟都要登记造册。是县令的儿子刘承玉。他们是修仙的人，是黑风观余孽，是附近的一个小宗门，金雀门。要不是这次正好赶上宗门木修，带师兄们下山喝花酒，差点就要错过一场好戏。赵家留下的田地铺面，沈家村地下的灵脉，还有那个不知道哪里跑来的沈家散修，昨日拿出的银子，可都是能咬一口的肥肉。何远师兄，只要咱们能吃下这块肥肉，今后就不必去达官贵人家里做什么仙师赚供奉钱。快些动手吧，咱们回宗门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别误了时辰，惹得师傅不痛快。金雀门何时出了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？我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散修，原来身上半点灵力波动也没有，可见修为有多低。黑风观这些废物竟然会输。沈家村灵脉已由县府上报金雀门，往后归我们监管。你若是散修，最好不要插手。金雀门知道黑风观炼魂吗？黑风观之事自有宗门处理，倒是你私自灭官，杀戮过重，怕是要跟我回金雀门解释。荒谬！黑风观害了那么多人，你不抓他们，反来抓救人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！大胆！金雀门就是这样教导弟子的。灵力虚浮，杂乱，香火气过重，根基不稳。金雀门若都这水准，也难怪黑风观能在你们眼皮底下害人。你试试就知道。
护体灵光，这修为远在我之上。金雀门外室弟子，前辈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扣山门。问问金雀门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长离剑尊，他竟然就是长离剑尊！完了，我完了！你门下弟子替县府夺凡人祖坟灵脉，知道吗？晚辈不知，剑尊恕罪，晚辈立刻亲自来查。不必，派个懂规矩的来，3日内给沈家村一个交代。是。看来我踢到的不是散修，而是连金雀门主都要跪着喊剑尊的人。县令昨日答应严查，今日你就来夺地，看来我留在县衙门匾里的剑气他没看到。县长饶命！我不杀你，金雀门应该会处理此事吧？前辈放心，按照门规，必先废去灵根修为，打入后山，永做苦役。好，沈青山，带着账册和证据去趟县衙。是，老祖宗。你也去。我也去。看着他们怎么审案，怎么写状纸，怎么按手印。沈家不能只靠我一剑，你们要学会自己站在堂上说话。再说，金雀门派人来了，你们盯着，处理干净些。修仙10年，竟然要被2个凡人处置了。老祖宗，今天刘承玉跪在堂上，金雀门的弟子瞪他一眼，他吓得话都说不利索。那些被救的姐姐以前都不敢出门，今天哭着把赵家做的坏事全说了。很好。所以我想修仙。前面和后面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我要是厉害，就没人敢逼他们闭嘴。修仙不是好路。修仙能强大力量，能长命百岁，难道不好？你看修士遇剑成风，只见风光，不见尸骨。300年里，我见过太多天资绝艳的人死在秘境，死在雷劫，死在同门背叛，也死在自己心魔里。木火双灵根，性性坚韧，适合清玄宗单剑一脉。你有灵根，木火双灵根，资质不差，若入宗门，未必不能筑基。真的？你舍得离开家人吗？你若跟我上山，少则10年，多则100年，未必能回来。等你回来时，林婆婆可能已经不在，沈青山可能也老了。老祖宗，若小荷真有仙缘，就让她去吧。奶奶，奶奶舍不得，可舍不得也不能把你困在村里。如今祖宗回来了，你有更大的路，奶奶不能拦。可是我走了，谁照顾你？我照顾。哥回来了，不会再让奶奶一个人。小荷，你该有更大的路，不要等多年以后再来后悔今日没选。如果那时我问过爹娘，他们也许会舍不得，却仍旧会让我走。凡人父母的爱，有时比修士大道更宽。好，我带你去修仙。真的？3月内每日练气1个时辰，读律例1个时辰，照顾家里1个时辰。3月后，你若还想走，我带你上山。老祖宗，我会做的。这一次，沈家的孩子离家前，至少会好好告别。老祖宗，又来一个会飞的！掌门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收徒了，都有徒子徒孙了？还没。那就好。清玄宗最近够乱了，不能再。
你们这儿的小虎倒是有脾气。那是掌门祖宗刚刚打扰了他睡觉。这是沈家后人沈小河，木火双灵根，性也亮，是个好苗子。谢谢掌门祖宗夸奖。掌门祖宗，什么鬼称呼？你还真打算把他带回清玄宗？3月后再说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们知道你下山了，血河老祖的残魂现世，似乎冲着你来的。还有，北海教祖也派了人。你一点都不意外。300年来，我杀的魔修太多，想要我死的人能从清玄山排到北海。往日我在宗门，他们不敢动；如今我回凡间探亲，便有人觉得机会来了。多谢婆婆，怕我连累凡人。常离，你若留在这里，魔门不敢正面杀你，便会冲沈家下手。凡人太脆，一点余波都受不住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。300年前我不回家是错，300年后若因为我回来害了沈家，也是错。跟我回宗门吧，沈家这边我派人暗中照看。等我3日。3日能做什么？给我爹娘重修坟碑，给沈家祠堂补粮，教小河引气入体，替青山立住村中规矩，还有等该来的人来。血河魔气，血河老祖找到这里了。有些债正好在这里清一清。我堂堂清玄宗掌门，竟成了帮你挖土修坟的工匠。老祖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2个站到我身后去。血河老祖，你居然夺舍他人！清玄宗还是那副墨守成规的样子，杀几个凡人就能让你们暴跳如雷。老祖宗，他们是什么人？坏人。你解释的真省事。常理剑尊，原来你也有凡亲，300年了，本座还以为你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沈常理，护得住这一家，你护得住全村吗？你杀我血河宗300弟子，今日我便拿这村300凡人祭旗！斩！剑尊好大的火气！我今日心情确实不好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进我家门，动我家人，还问我为何有火气？那就试试你有多少斤两！给我断！你竟比30年前更强了。你倒是更弱。不好，他要毁你爹娘牌位，逼你心神失守。祠堂，凡人香火。300年里，沈家后人每年给我留饭，也给爹娘上香。凡人的香火微弱，却传承不断，在此刻护住了祠堂。血河老祖，你看，凡人即使弱小，也能护住家园。
老祖宗，你杀了他！千年魔头没那么容易死。不好，他要夺舍！小何，就是现在！沈长礼，你护得了他们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你是修士，早晚要走。等你走后，他们还是会老，会死，会被人欺辱。修士漫长，凡人短暂。我能杀一个血河老祖，却不能替沈家后人过完所有人生。你看，你也知道，凡尘是你的弱点。只要他们活着，你就永远成不了真正无情的大道。休要听他胡言乱语，杀了就行。谁说大道要无情？我有家，有坟要上，有后人要护，有一碗面要记得吃。你若觉得这是破绽，便来攻。你的道心居然没有动摇，反而更加稳固了。从前我的剑是寒的，像山巅不化雪。如今我的剑里有人间烟火，这才是真正的剑意。你这次回家倒会出点名堂。什么名堂？以前你像把剑，现在像个人了。你以前骂人也这么拐弯？奶奶，我刚才差点就死了。小何不怕，奶奶在。老祖宗，我还想修仙。孩子，我怕死，但我更怕以后有人这样欺负我家，我只能哭。好，我带你上山。看来清玄宗真要多个小祖宗了。掌门祖宗，你是在说我吗？走。我竟不知道我这个掌门也会修巫庭。金雀门的人，那是金丹大能，平日里在这一带高不可攀。金雀门监管不力，纵容外室弟子勾连县府，夺取凡人灵地，今日特来赔罪。以前见到炼器小道士都要下跪，如今一个真正能御剑的大修士给我鞠躬赔罪。我们愿立下契书，承诺沈家村灵脉归村中公有，任何仙门不得强取。青山，代表沈家村接契书。老祖宗，我不行。你在矿场护住10几个孩子时，也觉得自己不行，怕也拿着。青山小友，拿好。从前沈家在村里是被欺负的孤管户，如今我却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，替全村接下一份能保命的契书。良种和药材全都留下，灵石留下1半即可。剑尊，可是赔礼不够，凡人守不住太多灵石。是，你需要做到3件事，请剑尊示下。第一，派正经医修每月来村中义诊1次，为期10年。第二，在县学增设寒门名额，沈家村孩子可免费入学。第三，金雀门在此地设监察牌，若再有修士借仙门之名欺压凡人，村民可击牌告状。是，剑尊所虑深远，晚辈受教。老祖宗，为什么不要灵石？银钱会花完，威慑会变淡，可读书、医药和能告状的路，会让一个村子慢慢长出骨头。这酒可真烈，确实烈，比清玄宗的灵酒粗糙太多，却带着热闹的人味。难怪你不愿立即回去。宗门催了，北海那边又有动静，教族派使者上山，说要与你谈。老祖宗，吃。教族的人已经来了，是北海教君的侄子敖烈。
见过两位前辈。老祖宗，他们来做什么？而且感觉好像是来找事儿的。北海教军3个月前吞了沿海7成的童男童女修炼，清玄宗奉天盟令前去除妖，北海教军被我一剑斩了，教族自然记恨。不是好人！我叔父死于你手，北海需要一个交代。你叔父吃人时，给7成百姓交代了吗？那是沿海凡民自愿献祭，换我北海必复风调雨顺。胡扯！谁会自愿把孩子送给妖怪吃？凡女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！嚯！这是我家后人。剑尊，我今日不是来与你动手，北海愿与你和解，但有条件。说：第一，归还教军妖丹；第二，清玄宗赔偿北海灵脉3条；第三，你需向北海公开致歉，并承认斩蛟过重。还有吗？还有最后一条，听闻剑尊返清尚在，北海愿接沈家一脉去海上做客100年，以示两族互信。什么做客100年？分明就是扣为人质！你来之前，你们族长知道这些条件吗？自然知道。好，很好。朕。沈长礼，你敢杀教族使者？不杀。剑尊，这是误会。你要扣我沈家一脉做人质？绝无此事，是敖烈擅作主张，北海愿交由剑尊处置。族长，你闭嘴！狗咬狗啊！北海教军吃人，罪证仍在天盟。若北海不服，我3日后亲至北海，再斩一次。你服不服？服。赔偿沿海7成。给被吞孩童立魂碑。立。往后教族入凡境，须过天盟监察。可。我不杀你，只废你半身修为，让金雀门押去天盟受审，你可服？服。我该走了。走之前，我给沈家留下3条路。第一条是沈青山，这些不是让你做第2个前村长的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也无妨，我在祠堂门口留了一道问心剑。往后沈家掌帐之人，每年祭祖都要过剑，若心有贪念，剑会响。老祖宗，剑响了会怎样？轻则头疼3日，重呢？你不会想知道。第2条是沈小河的路。3个月后，如果你仍愿修仙，掌门师兄会派人来接你入清玄宗外门。你不会因为是我的后人就直接拜入主峰，必须从杂役和外门试炼做起。我还以为能直接当老祖宗的徒弟呢。你老祖宗当年也砍了3年柴，那我也砍。第3条路是整个沈家村的路。这就是第3条路。金雀门监察牌立在村口，现学名额定下，一修一诊也写入契约。可我知道，这些外力终究有限，只有自己掌握的才是力量。书屋里有凡间律例、农书、水利图册，也有最浅显的修行常识。村中孩子无论男女都可来读，切记。是。
从前女娲哪有读书的命？以后有，以后有。该走了。凡人表达谢意，总爱把自己舍不得的东西塞给你。老祖宗在山上想家了，就煮一点儿。老祖宗记得回来啊！300年前我离家时，觉得山外才是大道；300年后我才知道，回头处也是道。现在全宗上下都知道你小子回家探亲，还要带个后人来宗门，全靠掌门师兄的大嘴巴帮我宣传。这几天我这可热闹得很，有人送灵茶，有人送新炼的丹炉，有人拐弯抹角问沈小河资质如何，还有几个不怕死的师侄问我凡间亲戚是不是都叫我祖宗。常理，你真的变了？变弱了？不，是剑更稳了。回家之前，我的道心像一座孤峰，高是高，却只有寒风。回家之后，我才发现山下有人间灯火，灯火不如剑光锋利，却能照见来处。不过，有话就说。你这面什么时候吃？我刚得了几颗用灵露浇灌长大的马铃草，正好用来下面吃。你怎么把这个小祖宗带来了？他喜欢我，你没看出来？他是喜欢你，除了你，谁都敢挠。也罢，你这洞府冷清了几百年，也该热闹起来了。这么丑的字，定是沈小河写的。他说什么？信里说林婆婆身体很好，沈青山已经能独自处理村中账务。书屋开课第一日来了23个孩子，其中11个女娃。沈小河说自己虽然临走前哭得很凶，但走出村口就没再回头。不错，不错。信的最后是林婆婆歪歪扭扭的一行字。她说：“老祖宗，家里一切都好，莫挂念。逢年过节记得回来吃面。”你真的不打个招呼照应一下？我是外院执事，姓宋。接下来我问你答。好。籍贯？沈家村。引荐人？我家老祖宗长离剑尊。这乡下丫头，大庭广众借长离剑尊的名头，太招摇。你家后人挺会说实话。不好。好是好，就是外门要热闹喽。入外门后，不论出身，只看勤勉。莫说你只是剑尊后人，就算你是剑尊亲传，也要从挑水劈柴开始。我会挑水，也会劈柴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这水桶比牛还沉。可不是，我才挑了2趟，胳膊就要断了。这是第6趟了吧？小丫头可真能忍。不错。引气入体是修炼的第1堂课，也是最难的一步，千万不可懈怠。你居然不到半个时辰就成功了！我成功了。你之前学过？老祖宗教过我。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早有人开小灶，还说不靠出身。若不服气，我们可以比一比砍柴挑水的课业。
谁要和你比挑水？那比劈柴，粗活有什么可比？那比引气。明日外门弟子奉命去药园采药，你敢不敢和我比？谁先完成任务？好，这性子像你？不像。哪里不像？我当年没他话多。你们3人一队，2个时辰摘满100株凝露草，过时则视为未完成任务，需要接受处罚。是。秦昭本来是这批外门弟子里最出众的，没想到被沈小河抢走风头。他出阴招，应该就是故意针对。你要不要？他能应付。好，时辰到，交药材。这可怎么办？不如我们匀一点给你。不必，这是有人故意针对我，不能连累你们。沈小河，你可是完成任务最糟糕的一个。你和我的打赌输了。有人故意割开我的药楼，针对我。你说有人割就有人割，证据呢？我没说是你，你急什么？乡下丫头，你别血口喷人！割楼子的人剑上缠了金丝，后山只有你用金丝剑。好了，秦昭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同门相害，罚入寒潭，思过10日，扣半年月例。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剑尊老祖吗？你不服，那我们就公平切磋，你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记住，同门切磋点到为止，若有人敢下死手，我便当场废去他的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来。沈小河这些日子一直练习不断，已经颇有建议。我败了。你只是这次输了而已。我对不起。你这后人不吃亏，吃过亏才学会的。哥，奶奶，我没给你们丢人。你不管管？动作倒是快。老祖宗，我知道是你，我也没给你丢人。他是个能吃苦的，别人嫌山泉冷，他天不亮就去挑水；别人嫌丹房烟熏，他捂着鼻子也能手炉一整夜；别人练剑练到手破就哭，他手心磨出血泡，挑破后缠上布继续练。宋执事一开始怕他仗着你的名头偷懒，后来反倒怕他把自己练坏。这倒是像我。沈家村出事了，你要去？沈青山在信里说，老祖宗不必亲至，我已带村民去谈，若3日后无回信，再请老祖宗相助。你们截断河水，我们村如何生存？上游水渠是我们李家出钱修的，想怎么放水，自然由我们说了算。你们家有仙师，我们也有供奉的仙师，不怕你们。那条水脉本就是3村共用，你们私自改渠，白石镇水满为患，我们沈家村却要旱死。哼，凡人不懂水脉，不要乱说，这是我们特意算出来改的，正合天时。金雀门监察牌上写的清楚，修士不得借法术侵占凡田。你们若要插手，就与金雀门对峙。你敢拿金雀门压我？我不是压你，我是按规矩说话。还出手吗？不必，他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你再敢动一下，我现在就敲钟！哼！小灵山弟子，谁许你对凡人动法？这破事儿我不管了。仙师，当初说好的，当初也没说这个凡人骨头比修士还硬，也没说他们能和金雀门对上。哼！放水！今后不许再打水源的主意。好，好，马上放水。中秋到了，桂花就开了。凡立器者，须明价、明期、明德。老祖宗回来了！回来过中秋，回来了就好，饭正热着。小何在宗门里很刻苦，马上就要宗门大比，因此没让他回来，等比试结束就能回来。老祖宗给我们讲讲仙人的故事。讲什么好呢？你们想不想听掌门被仙鹤追着掉进河里的故事？你休要坏我名声，我可不怕仙鹤，我那是爱护生灵。从前啊，有个小小的仙人。老祖宗尝尝，家里做的。你这次做得很好。老祖宗，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没本事，可后来想想，你也不能永远替我们吵架。你给了规矩和路，剩下的总要我们自己走。快来吃饭啦！中秋快乐！这是愿力。什么？凡人长久思念、供奉、牵挂，若足够纯净，会在旧物上凝成愿力。你娘给你的铜钱，沈家后人又供了你300年，这东西已经不是普通铜钱了，以后也许会成为法器。若炼成法器，能护神魂。你如今剑意太盛，度化神劫时最怕心魔，这枚铜钱或许能帮你。化神，化神劫是我迟迟没有踏出的那一步。修真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剑道天才，成阴后必然最快化神，可只有我知道我的心魔一直在那里。不是魔头，不是杀孽，是我娘坐在门槛上等我。从前我不敢看，如今我敢了。你该闭关渡劫化神了。好，既然这么爽快，我以为你还要再等等。沈小河这次大比拿了第一，等我出关就开始教他剑法。这是老祖宗在冲击化神天劫。放心，他能平安度过。常离，你回来了。娘，长高了，也瘦了。娘，我回来晚了。不晚，山路远，回来就好。我让您等了一辈子。常离，人这一辈子总有来不及，你不能永远跪在来不及前面。娘，我不想走。不，你得走，还有人在等你，你忘了？你回头看看。老祖宗，他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今日的风怎么这么大？离了我的眼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你至少装一下刚渡劫后虚弱的样子。我也回。
石小河，你月课还没交，回来双倍交月课。记住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以后你飞得越高，越要记得下面有人。回来啦！你们来了，在这山多照相。不好了，我孙子小年掉山谷里了。你去看看。我修仙不是在山上赢一场小比，而是在有人哭喊时，你敢不敢站出来？李婶子，带我去救人。奶奶，我疼。哥，拉住！小何，你会受伤。我以前受伤是因为没人能救我，现在我能救别人，总不能站着看。别怕，姐姐带你回家。别，我受不起。沈家出了个好丫头，好丫头。老祖宗，我做的还行吗？很好。那我以后能救更多的人。这是给婆婆的易售单，给孩子们的启蒙玉简和玩具。祠堂修缮后，我在旧梁暗阁里发现了一封信。这是爹的字。吾儿常离，见字如面。你走后，你娘每日去村口看路，开始1年日日去，后来腿疼了，就3日去一次。再后来，她知道自己等不到了，便让为父把这封信藏进祠堂梁里。我们不怪你，若你真学成仙法，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别因为飞得高就看清地上的人。家里穷，没给你留下什么，只留一句话：若有一日回家，先吃饭，后上坟，活人比死人要紧。今年我在家里过年。太好了！过年都要压岁，老祖宗年纪大也得有，以后年年给，攒多了，老祖宗就不会忘记回家的路。不会忘。恭喜你筑基成功。多谢你为我筑基护法，下次你筑基，我也为你护法。好。老祖，我想回家看看。修仙怎可贪恋凡尘？今后门内弟子，凡是入门满3年，每年都可以申请回家探亲一次。每个弟子都能回家探亲，每年1次。当然，而且本掌门也要以身作则。今日便是我回家探亲的日子。好。现在大家都能回家探亲了。修仙先修人，再成仙。青山哥的儿子满月，我们可以一起回去吗？当然。生老病死本就寻常，你们别忘了给院子里的花浇水。
这是今年许愿的铜钱。这个虎子爱吃，我走后留给虎子儿。好，沈师妹。虎子，你和以前一样，一点没变。这是我给老祖宗的许愿铜钱，不必为我难过。修士也不会一直活着，我活了几百年了，回沈家村回了几百次，我不亏。我是去见哥哥和奶奶的，你们应该为我高兴。你还没说，你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别忘了，回家看看。好。爷爷，沈家修仙老祖宗的故事你还没讲完呢。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祖宗还活着，他还会有很多很多故事。有人在天上飞，他过来了。这就是沈家老祖。老祖，您当年第一次修仙回来是什么感觉？像走了很远的夜路，然后终于有人喊你吃饭。